都要被合剧嘛， 2个剧嘛，这个300块要减吗？这个300块不减吗？这个300块要减吧？这300块要减吧？要减。地上掉300，其实我刚刚想到这一点，我就好像不应该推这个牌，不想说一定会被跟烂，你知道吗？哎，有了，谢谢。钱掉地上，你又捡不起来。是啊，我这好尴尬啊。这边小 P 剩5BB，见面4秒就合体，跟50分钟再合体是一样的。都要被合体嘛？哇，哦，这好哦，2个剧嘛，这个300块要减吗？这个300块不减吗？这个300块要减吧？这300块要减吧？要减。地上掉300，其实我刚刚想到这一点，我就好像不应该推这个牌，不想说一定会被跟烂，你知道吗？哎，有了，谢谢，谢谢，谢谢。他这边没有波一我底了。哎，谢谢。我超大，钱掉地上，你又捡不起来。是啊，我这好尴尬啊。有比你更短的吗？可以 all in。哦，剪头的最后机会。好。哇，给信用哎，这么大的牌翻牌前面 all in。哦，想一下，然后评分哦。对，心理战还有 check， 你们不要那么 take， 你们不要那么 take 好吗？不要那么 detail 好不好？我觉得脸凉凉的哎。有这么凉吗？哇，被买车，哇，被又来死了。阿嘎，要哇，个人造业，个人单啊。个人造业，个人有点眼熟。小 P 想说4BB 还可以看到 River， 什么鬼？哇。Power 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有 check 嘛？到300块，分出来啊！这手没办法吧？这个这太扯了吧！你之前那几手也很扯，好不好？不要太太扯了吧？这个我觉得这个比较扯，这个真的蛮扯的。好屌！不是我这个真的还可以输哎！我应该一辈子只能看到1次这样子的牌了。还好这 NT 很少，NT 只有对了1.2。对啊，真的蛮少。哦 ，OK。他不是大盲前中。哇。哦，他不是均分的哦。哇！抽到3条，因为我手中是有 K， 但是是弱的 T 壳，不确定在我那个位置适不适合去抓，可能是架子弹，也可能是炸虎，但是因为后面还有 Vic， 他可能有比我更好的 K。那我先讲，如果说你是同花，因为你没有讲你是怎么 K， 但我先讲，如果今天是同花 K 翻牌前扣可以，但如果说今天是一些 K2 到 K7 不同花，我认为这会是一个还蛮常见的状况。所以第一个，我觉得翻牌前，假设你是 K2 不同花到 K7 不同花，其实它是一个很多人认为是一个直觉的跟注，但是这是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它没有你想象中这么正 EV， 然后也不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它可以是跟注的情况下，你会认为其他2位对手翻牌前的范围是不正确，或者是技术是不好的。那我觉得你跟到一个过宽的范围是 OK 的。但除此之外的话，如果你的预设是多人底池，什么 A2 到 A7、K2 到 K7、Q4 到 Q7 都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翻牌前很常见的错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翻牌是一个很明确的，就是你这个牌只能跟注。转牌都过牌的时候，其实合牌面对我的下注，你要想到的是，其实你只赢炸，那我能有的炸是什么？我觉得最明确的大概就 Q10 同花、QJ 同花跟10J 同花，而且同花的牌一定要是翻牌有的正门花。比如说红桃、黑桃跟方块，我绝对不会在这边跟10J 梅花，原因是因为它能够让我跟注的转牌的帮助其实更少。那其实我在这个地方，我很有可能我翻牌其实都不大想跟注，原因是因为我还蛮担心多人底池。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如果说我要 vote， 然后想要在合牌炸的话，其实我也很慎选手牌，原因是因为我还要担心你，担心情况适不适合。但某种程度上，我还是希望我的范围里面要有炸，要不然我每次跟了，然后合牌下注都是 KQ， 都是 KJ， 那其实基本上不大会有人支付。所以这手牌我觉得对你来讲是非常的难。那只要你认为你在当下你能够讲得出来，你认为我会有的炸，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几手牌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抓。那如果说你的对手是一个你现场的玩家，然后是一些你觉得不管是老先生，这没有什么歧视的意思，就是老先生会比较有耐心，跟我一样会跟好牌，然后都不会玩一些奇怪的牌的话，那他通常都是有牌，通常都是好牌的时候，那我觉得弃牌是 OK 的。但是只要他有炸胡，我觉得你就可以考虑抓。所以就很看对手。我想问的是，我在小盲这一手我的牌是 A4 不同花，然后面对5个大盲的 all in，然后我也不太知道说什么样的手牌可能要怎么做，或者是等等之类的。有效通话35个大盲，那第一个就是短把 all in， 你可以把我视为是8成位嘛，因为8成是空8点，所以我是8成位。5个大盲的 all in， 第一个你 A4 有没有领先，绝对是正 EV。当今天这个牌是正 EV 的时候，你今天的决策有哪几种？那我认为，如果是低于4个大盲，我会建议选择一个最小的家族。今天的 all in 如果说是超过5个大盲，那我觉得跟注其实还好，原因是因为其实大盲位不大可以因为赔率去跟一个5个大盲的 all in， 当然它可以跟一些手牌，但实际上它要考虑到的是2家，尤其是你跟注的手牌，其实你很明确一定会领先。那我觉得就以翻牌节的范围来讲，我觉得这个 A4 以我现在看来，第一个是我很明确是绝对不会弃，它本来就领先，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就算你是跟注大盲位也不敢怎么样。大盲位高几率是没办法跟注的，因为它的跟注的百分比一定是比较低，所以以长期来说，我觉得跟注绝对是正义。那更不要讲什么，更不要讲淘汰我还有一个额外的3倍。我刚刚前面的分析都还没有讲到这个，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我就认为如果所有的 A， 所有的同花 K，K8 不同花 ，K9 不同花，2张10以上的牌应该都会跟注，所有的对子应该都会跟注。那跟注跟最小加注，我觉得这取决于你认为哪一个会比较好。但我觉得最低风险就是跟注。你今天如果是 AAKK， 你也可以跟注，然后看俊博想要搞。所以我觉得这手牌应该是跟注会比较好。然后他的 KJ 被跟注之后，我觉得如果我是俊博的话，一个 all in 一个跟注，我觉得 KJ 我会明确的弃牌，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小盲位太多的 A 跟一些比较好的 K， 然后我觉得是很尴尬。就如果他今天是 KQ 或是 KJ 同花，或者是 K10 同花，很有可能会玩，但除此之外的 K， 我觉得都应该不大能够。这手牌如果我是阿嘎的话，我觉得跟注非常的好 ，all in 也 OK， 但是很明确的是你要知道，我们每次都讲2个决策都可以的时候，到底要怎么选？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第一个你要问你自己，因为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你的对手是我，然后翻牌后的技术很好的时候，其实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不会平跟，原因是因为 A9 不同花，第一个不同花，第二个它不是非常好处理，因为不是2张高牌。如果这边是 AKAQ， 我觉得更好处理。或者是同花牌，那这种牌的话，就是一个翻牌前是正 EV， 然后你没有位置的情况下，进行到翻牌后，其实都是对我比较有，因为我有位置。光是这一点，我觉得很多牌都很适合翻牌前。那当然，你觉得我会不会做一些翻牌前的加注的炸？你扣我加注，你 all in， 当然也可以。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会慎选我的手牌。基本上，我如果选择加注的手牌，会是一些很2极化，比如说29、24、39啊。我觉得这2张7以下的手牌，或者是一高一低的手牌，翻牌后的可玩性很差，我才会拿来炸。那我觉得这种牌呢，其实翻牌后蛮好打的。我可以看翻牌，我可以打一个翻牌后，我不希望我加注之后被你 all in。尤其是这个翻牌啦，这个翻牌其实对于翻牌的大盲过牌其实非常有利。我会有25不同花，我会有30不同花，我会有很多的，不管是2对，或者是至少很明确的炸胡，当然就是1张5的双头顺，或者是1张7的卡顺。那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一个下注的炸胡。所以在翻牌，我的下注可能会是任何的很好的4，或者是很好的6的顶对，然后有一些3我会过牌到摊牌价值，然后我会有很多的炸。那我觉得我整体的范围大概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一期呢，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下注的炸，原因是因为我希望你弃牌一些 Q 牌或 K 牌，这是很合理的。那如果说我今天是 K7 或 A7， 如果我 K7 翻牌前有可能不会 all in， 但是我会过牌 ，A7 很有可能翻牌前就 all in， 所以也不会有这个手牌。就是说，我觉得我的翻牌的下注的目的是很明确，就是希望你弃掉一些6弱的手牌。转牌，当然我今天被跟注的时候，其实我会知道，以我对阿嘎的认识，我觉得他要么就是双头顺的听牌，或者中一些对子，比如说 A4 同花，随机的6的对子，这很有可能。所以我不会去炸胡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转牌，我觉得不适合，然后也可以再看更适合的合牌来炸。
那如果说今天合牌开张2的话，我觉得以顺泽组合来讲，我觉得我会有更多更低的这些，比如说54啊、35啊、25啊，我觉得这些牌阿卡可能不会令。那再取决于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今天到合牌，如果我有对子的话，我都不会炸。那我们就要想，什么样的手牌是在这么低的翻牌，没有对子又没有摊牌价值，某种程度上又有一些阻挡。那阻挡牌的话，其实5就不是阻挡牌，因为5是中顺子，可能是一些弱的7。也就是说，我当然可以选择炸胡的7、8，但7、8很有可能在转牌炸胡。所以有可能是一些什么70啦，什么更弱，我觉得大概就是一些7、8、70啊，10J 或者 J7、J8，大概就是这几个组合啦。那除此之外，要么就是有高牌，要么就是有对子都不用炸胡。所以其实我的炸胡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那这手牌以合牌的跟注，我觉得非常的合理，原因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顶范围，所以我觉得 A9 是一个很明确过牌就是要来抓炸胡的手牌，所以我觉得这手牌它嘎打很好。但是翻牌前的话，我觉得就不是这么确定，原因是因为翻牌前其实你扣小盲翻牌前平跟的话，你会打到一个翻牌后，我觉得对你来讲不是这么有利，因为你的对手是我翻牌前在想的是，因为之前跟 Nick 他们打牌，我的形象都是比较保守，但我在想，可能我平跟的手牌要有一些比较强的范围，才可以去平衡我整体的手牌这样子。同意。就那时候我翻牌才会平跟，但如果是对上小 P 的话，可能我平跟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不是最好的，就即便我手牌是一个不错的手牌。对，尤其是这手牌其实有效筹码才10个大盲，后手剩13个大盲，14个大盲左右了。那我觉得低于15个大盲，其实我们的翻牌前的课程其实应该很多 A 都会很高频率。那这也是这个原因。第一个，尤其是不同花，如果说你今天真的要选的话，我觉得 A9 同花跟注会比 A9 不同花来的好。原因是因为同花牌更好出，所以我们今天要选，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跟注一些来保护整体的范围，但是我们会慎选手，同花牌一定比不同花牌好。那同花踢脚越小越不适合慢，因为踢脚很小，代表你 A2 你中一个2绝对不会是顶对，踢脚越小，其实翻牌后是越难处理。你2个高牌的时候，你越容易在翻牌中一个高牌，或者转牌跟合牌中高牌，相对来说是容易。所以我们要挑的是一个容易处理的状况。如果是不容易处理的状况，可是翻牌前是正一 V 的 all in， 那我们通常都会偏向选简单处理。所以我觉得这手牌如果是20个大盲以上的话，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策略，我觉得蛮合理。因为20个大盲我会有更多的炸。但如果说低于15个大盲，其实我会打得很诚实，然后我也觉得对你来讲，15个大盲以内，其实 A9 翻牌前 all in 会是一个简单，然后期望值很高，然后我也会跟很多范围。至于保护整体的范围这一个因素，我觉得它是，但是它不是一个大部分玩家现在需要做到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其实是后面，就它是一个很小的细节，然后我觉得你不需要为一个很小的细节去牺牲你整体的一个策略的方向，因为简单的策略跟玩一些好牌的策略是好的。你也不要担心说大家都知道你玩好牌，所以会怎么样？不会啊，你不是活到最后吗？但我觉得以出发点来讲，其实我会觉得就打紧或者打得比较保守，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很多人说我不希望让大家知道，对，不会错。就很多人说我知道，我每次3次下注好像都 A， 所以大家都不跟我玩，所以我要3B 一些27啊、49啊，不是啊？你3B 好牌 A 你会赢到钱，这件事情就 OK 了。除非你每次3次下注人家都弃牌，然后你 A 都赢不到钱，那你才要去担心后面的事情。可是当你今天可以打得很保守，你可以赢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去在乎平衡你的范围？就好像我说我12个大盲，我10个大盲，我 AA 最小加注，那怎么样？就算你真的有人看得懂那又怎么样？我可以赢就好了，我不在乎别人看不看得懂。因为去平衡跟去保护这些东西，不是一个因为这样子而做整体策略的一个修正。我觉得重点是在于说，你只要你的策略只要是赢钱的，是比别人好的，其实我觉得其他的细节都是之后再说。所以我觉得这手牌打得很好。没有问题。好，这手牌很简单，我们的课程里面有5个大盲的 all in 范围，这是一个简单的口诀啦。今天的观众都赚到了。以10个大盲来说，小盲位对上大盲位，有效筹码10个大盲，你只要是2张7以上的牌就可以 all in， 就是在中间2张8以上都可以 all in。筹码量越少，你今天 all in 的范围会越广。所以这手牌，我觉得当今天有效筹码是这么少，然后你是8、9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 all in。第一个就是它 all in 是正义，然后相对来讲平跟没有什么过多的好处。当然平跟也不是一个错误啦，就好像说 AA 被3B 跟住是不是个错误？当然不是，只是有的时候很明显4次下注是一个更高期望值的状态。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决策都是以一个最高期望值为出发点，并不代表说正 EV 的决策是错，不是。但是我们要挑的是最正 EV， 因为我们只能2个选一个，我们不能2个都选。我不能说这手牌我要跟注，我要加注，当然不行。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我们都要尽可能的选一个最正期望值的决策。那我认为在这个情况下，在这个筹码量对上我这个对手，我认为跟刚刚的 A9 有一点点像，就是我会觉得加注会是比平跟来的一个好的选择。而这手牌我记得，其实翻牌以一个预设策略来说，我认为翻牌我直接下注半个底池或者是 all in 都绝对是正 EV。
那问题又来了，就是我觉得以我对阿嘎的认识，我觉得阿嘎比较保守，所以我觉得很容易会让我到摊牌。那如果说我是以这样子想的话，其实我会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原因是因为我认为阿嘎不管是在翻牌、转牌、合牌的账都太少的时候，其实我偏向走一个比较保守的策略，因为如果我的对手是不容易让我看到转牌跟合牌，或者是很容易把我炸掉的话，那我会希望我自己先炸，或者是我自己先下注。原因是因为我更看不到摊牌。那今天以一个随机2个人很宽的范围里面的话，很简单的就是今天不到10个大盲，你中了一个对子，基本上都是很大的范围。所以我在这边其实基本上我不能说100%确定我是最好的手牌，但我敢70%、80%以上说我在这边绝对是绝对的领先。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是更弱的敌对，比如说什么3-4或者什么，我觉得都会走到一个摊牌。那我觉得4-8也是一个可以走到一个摊牌的一个手牌。那这手牌在转牌挺有意思的是，阿嘎选择了一个下注。当然，我觉得他首选的下注手牌当然是2张梅花、2张黑桃，任何的3、任何的7的都是很适合。当然，任何的2对，比如说4-6啊、5-6啊，在转牌都是一个很明确的价值下注，所以他的炸跟价值下注都挺明确的。那当然，我的手牌是什么？我的手牌是只赢炸胡，然后落后所有的牌，任何的2对、任何的顶对、任何的顺子之类的。所以我的策略是很明显，就是我希望如果我这手牌要赢的话，就是希望让他继续炸，然后我去抓他的炸。所以合牌如果开一个2 all in， 我很有可能会跟，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红桃2可能蛮理想，就是黑桃跟梅花都没有中，然后7也没有中，然后8也没有中，所以我的策略是希望合牌可以抓炸。那当然，合牌中7，我中了一个4、5、6、7、8，当然就不是抓炸，它是价值下注。所以如果我是阿嘎的话，我觉得这个合牌我应该会再下注啊。原因是因为游戏就这么简单，当你今天中好牌的时候，你就下注。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简单的策略，就是你只要照这个方式做，绝对不会有人说你是错的。那当然，你今天想要埋伏我合牌会不会有炸？其实我觉得有机会。其实一个翻牌前的预设出发点啊，当然就是我们的课程有。那我觉得以翻牌前的课程的范围，它的逻辑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因为是单挑，所以双方必须要玩非常宽的范围。前提是因为你不玩这手牌，你下一把你2个人都是要放盲注，所以为什么牌要玩的非常的多？原因是因为这个盲注的损失会让你没办法等好。玩很宽的逻辑是什么？其实要看前注。那因为这个前注是10%的前注，也就是说是500、1000，然后 NT 100，那2个人是放200。那这跟现场的大盲前注会有很大的差别，是因为你弃2手牌损失是 2.5 个大盲，实际上你在这边弃2手牌是损失 1.7， 所以其实来讲，你某种程度上前注越少，你越可以等。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玩非常宽的范围。好，那这个时候呢，翻牌前的预设策略，我会认为小盲位你可能在这个盲注结构，你会玩到80%左右的范围。那如果是大盲前注的话，基本上你会玩到100%。那这是一个更困难的主题，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单挑的策略，其实大部分的玩家都没有经验，然后它是一个很复杂。那所以简单来讲呢，我认为当你今天看到这个手牌不是前80%，你一定会知道。比如说不同花的23、24、25、27、39、37、49、47之类，但大概就是底端范围你会弃牌。所以你只要不要拿到弃牌的范围，你基本上你都要知道啊，这是要玩。那至于怎么玩，那这有很多种做法。第一个就是在15个大盲，你这手牌大约是15个大盲有效。那我就觉得它可以有一个平跟的策略，它可以有一个最小加注，它也可以有一个直接全下的策略。那我觉得这跟手牌类型跟种类就是有很明确的差别。比如说你今天是小对子，那我就说了15个大盲的小对子，66以下的对子，那我觉得直接 all in 比较好。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翻牌都不好出，然后我们刚刚讲的底端的20%你会弃牌，原因是因为那些牌就不应该玩。那至于有些牌，它很明确的就是它不够强来加注，但是它弃牌又太保守，原因是因为你知道要玩到70%到玩80%，那这些手牌呢，你就可以拿来平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的策略，然后其实你不需要所谓的翻牌前的加注的炸胡。那其实所谓的炸胡的意思是，假设你今天挑了一个，比如说7、8不同花，它其实也不是炸胡，原因是因为7、8不同花本来就是前80%的手牌，你本来就应该要玩。这样子加注的炸胡的前提的好处是什么？是你认为你透过一个比较小的加注，俊博会弃牌掉不应该的范围。也就是说，他以数学上他玩不到正确的频率的时候，你不用看牌，你加注他都会弃牌。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策略会调整成什么？我不看牌我就加注，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对手犯的错误是玩太保守。那玩太保守，你还需要看牌吗？你不用看牌，你加注他就弃牌，他只要一抵抗你就放弃，你就可以赢。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你可以炸非常的多，你只要拿到烂牌好，全部都可以加注。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你大幅的提升你的加注。原因是因为你知道加注有利己的好处。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还希望你走一个预设策略，就是今天还是玩80%，然后好牌加注，先看看对手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的好牌加注，他都会跟，他都会支付你，那你的策略干嘛要玩烂？所以是你的策略变成什么？7、8不同花你就平跟，
AKAQ 大对子你就最小加注，因为你知道爆牌要玩大的底池，透过加注玩大的底池。烂牌很烂的牌不玩，那中间跟中后段的烂牌，我们透过一个最小的平跟看一个翻牌后，然后看一个有位置的bottom位是 OK 的。回过头来，它还是跟我们前面讲的非常简单的一个策略，只要它能够赢，它就是一个好的策略。所以当我们今天不能够赢的时候，我们再做调整。然后这一手牌的话，我觉得平跟是非常的 OK， 然后没有问题。巨博的手牌其实可以考虑翻牌前的下注的炸，当然过牌也是一个很 OK 的策略。那其实这个翻牌，当今天大盲位过牌的时候，其实大盲位整体的过牌范围还是很宽，原因是因为大盲位是一个100%的范围，扣掉前30%到40%，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底端的60%。原因是因为前30%到40%翻牌前，俊博可能会自己会加。也就是说，今天高牌越高，高牌越多，对上bottom位就是一个比较紧的范围，前80%手牌是比较有利。所以预设的策略是俊博应该会过牌，然后这手牌适不适合拿来，不管是价值下注或炸。那我觉得第一个，你有一个同花听牌，然后你只有8嗨，所以非常的适合炸。原因是因为它会弃牌9嗨、10嗨、J 嗨、Q 嗨，它会弃牌很多的手牌是比你强，但是没办法继续。比如说 Q5不同花，它没办法继续。它弃掉这些手牌，当然对两者很好嘛，因为它领先，它弃牌，所以你是偷下来这个底池。那就算今天被跟住了，你都还有一个很明确的同花听牌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后备计划。就是你今天被跟了，他今天真的有一些3的对子或4的对子，假如今天有一些 K2不同花，你都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在转牌跟合牌击中你的同花赢下这个底池。所以我觉得翻牌的下注是非常的 OK。今天俊博 check call 的时候，它代表了什么意思？它代表的就是我会觉得它明确就是要么就有3的对子或4的对子，可能有一些很弱的 K， 或者是一些听牌。那听牌的包括25不同花啦、56同花啦、56不同花这种双头，我的明确是双头顺或者是卡顺6、7，或者是一些随机3或4的对子。我对于对方的范围，我会放在这样子的一个手牌范围。那问题就来了，那这个转牌呢？这个转牌就变成是它有部分的手牌还是很弱，变成是3的对子。它有些手牌变强，变成中3条4。那今天有一些很少部分的 K2、K5、K6 翻牌前没有加注，它的还是顶。那问题就来了，对上这个范围，请问一下，你觉得你转牌下注半个底池，你觉得它什么范围会起来？我在想的可能只有一种，就是3的组合。当然，它今天有没有可能是25跟56？可是25跟56无所谓，因为它还是落后的。然后3的对子，如果你觉得它会弃牌的话，我觉得还有下注的道理。但以整体的策略来说，我觉得我应该都会比较的偏向过牌。那如果下注的炸胡的话，合逻辑的当然还是一些同花听牌，还是一些双头顺听牌。所以你的手牌其实2个都可以。那这个没有说绝对的好或坏，而是说当你今天下注的时候，你希望你的弃牌频率是高的，那你会觉得高吗？这个要问你自己，因为每个人的认知不同。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我很有可能转牌，我要下注，我会下注2/3，要不然我就过。我的策略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如果说今天我翻牌下注，转牌再下注，然后合牌开一张 A 的时候，我觉得合牌可不可以炸？我觉得可以，但问题是，如果说今天对方是4，他会弃牌吗？他不会。对方是 K， 他会弃牌吗？可能也不会，原因是因为踢脚在上面。他只觉得，如果你今天有一些随机的同花 A， 你合牌中 A， 他会支付给你。但我的意思是，这毕竟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所以其实这一个合牌的炸胡，我觉得是 OK 的前提是，如果你认为他会弃掉一些 K， 或弃掉很多的3，那我觉得这个炸胡是 OK， 或者是他会弃牌弃掉一些同花听牌。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在这个地方，假设你是拿5、6红心转牌下注，我觉得都会比合牌的2张梅花的手牌来的好。原因是因为它会有一部分的手牌是2张梅花跟1次跟2次，然后合牌没中齐。那反而你有2张梅花，反而是阻挡到了他一些同花听牌的机会，当然也阻挡到一些他顺子听牌的机会。但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2个都适合炸胡，只是今天如果你认为合牌他会弃 K 给你的话，我认为这个假设是有点太有野心。我其实不大会假设对方会弃掉一些很好的顶对，或是3条或者什么样的手牌。当我今天认为大部分的手牌都是这样的范围的时候，其实我会降低很多的炸胡的几率。对啊，我都认为炸胡的成功几率很低，那就不要炸，就是永远都是有很好的 A 或者很好的 K， 或者是3条4，或者是3-3 4 house， 就是你只下注好牌，然后都期望会被治。好，相信大家在这一次的汉斗杯的过程中呢，都有学到非常多的观念。那在未来我们的汉斗杯的直播呢，也会开放我们的战队成员来报名参加，赶快加入小 P 战队。现在新加入的成员呢，还可以免费加入我的教学群组1个月。然后本人呢会亲自解答群组内的手牌问题，同时也欢迎你加入我的 YouTube 频道，会语言被雷劈到，里面会有更多更深入的电脑软体分析跟决赛桌的影片。那我们就下次再见。